乌军反攻之际，泽连斯基给中国出了个难题，中方代表见招拆招，成功化解。各位好，欢迎来到新乐锐评。战争残酷的一大原因在于开始非常容易，但如果开始后想停下来，就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了。如今的俄乌冲突也是这样，在这1年多的时间里，俄乌双方都因为战争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是如此大的伤亡和损失，需要用胜利来弥补。对现在的俄乌两国来说，如果没有第三方出面调停，很可能在这场冲突会进行到一方坚持不住的时候，最可能的情况就是乌克兰被打得国力耗尽。但是双方都没有收手，还在继续往其中增加筹码。前不久，泽连斯基向媒体透露，已经准备好发起反攻。但距离反攻开始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因为很可能会付出巨大的代价。这番表态被外界看作是为反攻失败留的后路，并试图向外界争取更多的支持。但与之前不同的是，泽连斯基这次寻求支持的对象不光只有西方，还有中国。泽连斯基表示，中国比俄罗斯更大更强，所以想得到中国更多的支持。同时也不想看到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明明能在调解中起到更大的作用，也就是制止俄罗斯的行为，让俄军退出乌克兰全境，却什么都不做，看着乌克兰人民的死去。另外，乌克兰防长还在相会上表示，如今中国是哥哥，俄罗斯是弟弟，而哥哥可以决定弟弟做什么，希望中国的小弟不要再伤害乌克兰人民。从表面上看，泽连斯基向中方的呼吁似乎没有问题，但只要仔细一想，这是给中国出了个巨大的难题呀。毕竟让俄罗斯退兵的方式一共就3种：和谈、军事、经济。目前俄乌双方都没有做出妥协的想法。前不久给出的停火条件，除了都是4个条件之外，没有丝毫共同点，也让对方都难以接受。而军事方面，俄乌冲突本就与中国无关，中方也坚定地站在中立的一边，不可能使用军事手段。而经济领域，无非就是让中国与西方一样，对俄罗斯发起经济领域的制裁，这就等于是选边站，违背了中立的立场，中国是不能接受的。既然这几个方面中国摆明了都不会接受，那泽连斯基的目的是什么呢？应该是为了离间中俄关系。不管是对中国的各种夸赞，还是在俄乌冲突上对中国寄予厚望，都是为了给中俄两国制造裂痕。但不得不说，想把中国当枪使，恐怕乌克兰还是嫩了一点。中方代表用一句话直接堵住了他们的嘴，强调乌方不要强加所谓哥哥弟弟的说法，这并不是中国的传统，并且中方在2月份提出的12点声明，并不是所谓的和平计划，而是表明中方在冲突当中的立场。中方代表见招拆招，再次成功化解了乌克兰挖好的坑。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各位点赞转发，留下您的精彩评论。